电话进来了，在那边。钱太太，保养的不错嘛。不在你们大香港享福，跑回我们这小地方，是慰问演出啊，还是体察民情啊？两样都有。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见你。哎呦，那我可万分荣幸啊！看来还是老相好，感情深呐。高波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对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你跟老钱还在你们小院彻底风光了一回呢，是吧？哎，但是你们在这儿办的事儿，在他们大香港能被承认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老钱在香港可是有老婆的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？就算我当初告诉你，你会不跟他去吗？那样啊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叫你声钱太太，那是为了配合你演出。你真得感谢我。你说，没有我高波，你有机会去大香港吗？没事，哥们儿不在意。我继续给你出招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一个字儿，耗。哎，你把他大老婆给耗死，然后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，哎，那你就彻底上位了。我生了一个孩子，是儿子。男孩好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不懂。孩子出生以后，钱家耀带他去做了血型鉴定。钱家耀是 A 型，我也是 A 型，孩子是 B 型。你什么意思？高波，你是 B 型，孩子是你的。听这话，你疯了吧你？啊？天下 B 型血的男人多了去了，怎么他妈就是我的了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太明白了。你在香港背着老钱出去搞事儿，搞出名堂了是吧？被人扫地出门，回来找我当大头，你他妈当我傻呀？高波，你可以骂我，可以羞辱我，但这个孩子的的确确是你的。你要不相信，我们可以飞到美国做亲子鉴定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还飞美国？还什么亲子鉴定？我告诉你，丁元华，跟我说有孩子的女人多了去了啊！我要个个做亲子鉴定的话，我是不是得移民美国呀？你要是这次回来想跟我乐呵乐呵，行，我忍下恶心，我让你痛快一下。但是你要想来讹诈我，你他妈还嫩了点儿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还嫩了点儿。钱太太，点点家乡菜自己吃。哥们儿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办到什么呢？我这活得好好的。哎呦，我没说你，那个洪振明，你知道吧？
啊，就是那个宁州籍的香港富商。哎，趁8000多万呢！啊，这《宁州晚报》都登了，上个月在香港死了。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跟你没关系啊，跟我也没关系，但是跟咱全宁州有关系啊！他要把他所有的遗产全捐回给宁州，在咱们这儿干一个那个商务中心写字楼，你知道吗？说是扶持家乡的商业生产，建成了以后呢，分红啊、房租啊分文不取，全归国家所有。人老爷子就一个要求，这大厦的名字得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叫正明大厦。很正常啊。是啊，宁州咱那政府矫情，就说啊，你捐钱就捐钱吧，盖那么高一楼，把名字写上面，就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。所以现在什么手续啊、批条啊，全部给人家弄。你明白了吧？我不明白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咱们兄弟出头的机会到了。人洪老爷子那遗嘱里边说了。整个大厦的5%股份，5%股份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哥，400万，全给中间人做酬劳。也就是说，谁把这事办成了，这400万就是谁的。这还真不是个小数。所以啊，这消息一散出去，全宁州拼分界就炸了赢了，都排着队等着见这洪老爷子香港代理人呢。哎，咱得抓点紧啊，哥，要不然这400万的鸭子就飞了。这事干得过，必须得干呐！但是得先缓一缓。啊，你又怎么了？丁王他爸去世了。那丁叔去世了。场面真挺热闹的，谢谢你们了。应该的。那1万块钱够用吗？够了，这儿不比你们香港，这消费低，2000块钱，所有这些都包括了啊，还剩8000呢。那就好，我这次回来就只带了1万块钱，除去办葬礼的钱，剩下的就都给你了，就当是辛苦费。耀华，村长您来了啊，这是姑爷吧？村长你好，让您费心了。不会，欢迎香港同胞来咱们村儿啊！您客气啊，我也是前几年从内地出去的。艳华呀，你看，你爹呀使的是最好的南部棺材，最好的骨灰盒。今天这个场面，在咱们10里8村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风光的丧事，真是爹的好闺女啊！希望我爹泉下有志能满意吧。他骂了我一辈子，从来都没有夸过我。不对，半年以前你爹给我来信说你为他争着气了，在香港有了工作，还在香港嫁给了这么个好的姑爷，人又年轻，又有能耐。他还给我寄过2回钱，说呢咱们村啊没有学校，让我呢弄个学校，让孩子们呢不出村就有书念。这不，我就用这个钱把咱们这旧库房都改成学校了。这学校是我爹建的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他没跟你说吗？你爹呀，为咱们村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，是好人呐。下面我们有请丁铁柱同志的贤婿，香港耀荣集团的董事长钱家耀先生致悼词。
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悼念我的岳父丁铁柱先生。在这翠柏临春、天人同悲的日子里，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一起来到这里送别我们的亲人，我的岳父丁铁柱先生。丁先生的一生是爱岗敬业、勤劳能干的一生，是勤俭持家、严谨门风的一生。尤其对我的太太丁艳华女士，她一向严格要求，寄予厚望。说实话，我的岳父不是一个慈祥的人，我经常看到他对我的太太恶言相向，我心里很不高兴。但是就在今天，就在刚才，我才真正认识到一个真实的岳父。他一直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关爱，热心公益，热心教育。我很感激他，正是因为他的严苛，才培养出了一位这么优秀的女性，我的太太。我和太太会将岳父未尽的事业继续下去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将捐献8000元钱，为村里学校重新翻建校舍，以为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那8000块钱，你都没跟我商量就全部捐出去了，你不会觉得后悔吗？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啊，8000块钱我钓到一富婆的心。啊，你这将来你做生意随便动个小指头就够我吃半年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开玩笑呢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我不指望你啊。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阔太太，也没当过1天钱夫人。钱家耀根本就没有娶我。我到香港后才发现，他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老婆。他老婆不能生孩子，所以钱家耀才骗我跟他回了香港。不是，那你怎么不回来呢？你回来找我们呀？哪有脸回来呀？当时我就想，干脆死在那儿算了。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钱家耀跟我说，只要我能给他生孩子，他就把钱都留给孩子。可钱家耀的爸爸不同意。我在他们眼里，就是一北姑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妾。突然发现，我爸说的每一句话都算准了，他从来就没有冤枉我。我就是一个破货。像这样说，丁叔也是心疼你，才会那么对你说话。我们在台上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丁叔才知道自己的闺女在为了打拼不容易，能走到今天，一定受了不少委屈，吃了不少苦。王大为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哎呀，你在我眼里啊，永远是那个骗着我背了你5里地，然后还偷喝我们家白菜汤的胡同丫头。就说我的小妹妹，哪个哥哥会嫌弃自己的妹妹呢？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我们综合评定之后会电话你公司结果。丁小姐，我们很有实力，也非常有诚意，请你好好的考虑考虑我们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为振明大厦效力。再见。再见。
周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周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周先生没预约，你不能进去。周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丁小姐。小陆，你回吧，帮我把门带上。行了，艳华，短短3天就从钱太太又变回丁小姐了。高博，如果说你今天还是来羞辱我的，就别白费口舌，请回吧。哎呦，你这是太冤枉我了！我今天是特别诚心诚意的来给你道歉的。艳华，你说咱俩谁跟谁呀？打情骂俏的话你还当真？我这不是今天有空，所以来跟你叙叙旧，嗯？旧情是没了，新仇旧恨倒是不少，想听吗？恨得越深，爱的才越切呀。所以咱俩真得倾听一下自己。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这么贴着脸给我一破鞋拍马屁，你不觉得丢了你高总的份儿吗？我知道，你今天来找我，不就是为了证明大厦那个项目来的吗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太伤心了。你说，就冲着咱们这一家3口，振明大厦那项目你不给我，你给谁呀？一家3口啊？啊，你，我，还有咱儿子。你跟我有儿子吗？有啊。我没记错的话，3天前你还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拿野总来讹你，怎么现在就承认你有儿子了？都是我的错。那天你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脑子就懵了，我没思想准备。后来我回去好好想了想，日子全对呀，他就是咱儿子。艳华，这就是天意，你知道吗？这儿好了，你就不用回香港了，咱一家3口踏踏实实的在宁州，就靠这5%的股份，每年这租金这就是20万呢，下辈子都花不完。高波，你这账算得还挺美。我主要还是为你考虑。你想，你个女人家，那还要四处奔波，太辛苦，我这心里不落忍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没猜错，那儿子真不是你的。我拿野种来讹你，既然你没有上当，那咱们俩就两清了。至于证明大厦那个项目嘛，我作为洪先生的全权代理人，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给谁都不会给你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小陆，是丁小姐。送高总出去。高总，请。高总，你碰我一试试。真牛，连死人都不放过啊！佩服。那我就把话放这儿。这项目你不给我做，宁州就没有第2个人敢接。欢迎你回来。
哦对了，你妈是真就打算留在村里就不回来了？我爸瘫在炕上的时候，我妈成天骂他，说你这个废物，老不死的，怎么还不赶紧去死啊？死了我就轻快多了。可人真死了，他就跟丢了半条命似的。对了，你跟沈小红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挺好的。龚大伟，你觉得你骗得了我吗？你们俩要真挺好，你跟着我忙里忙外这些日子，沈小红不一早就打上我们了。还是你了解她，这个女同志啊，她就是拧巴。哎，你说，我要是当年没有跟高波去那个舞会，我压根儿就没有遇见过他，你也不认识沈小红，你说咱俩能成吗？咱俩不成。为什么呀？咱们俩你心气儿太高，这我招架不住你。别给我净扯那些虚的，给我句实在话。实在话就是真不成。虽然咱们俩彼此理解啊，但是最多咱们俩只能发展成纯洁而伟大的革命友谊啊！你再往深了走，那真走不下去。什么伟大而纯洁的革命友谊啊？我知道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你连骗都不愿意骗我吗？至少能让我有个活下去的盼头。不，这你就太冤枉我了，我真没那么想。另外啊，你这已经有孩子了，还年轻又有活力，你怎么就没盼头了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心里早就有人了，以前没变，现在没变，将来也不会变。龚大为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是个人物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还是。对了，你听说正明大厦那个项目了吗？听说了，这全宁州人都眼红了。我最近不忙你爹这丧事儿吗？要不我也早就穿过去了。我还正纳闷呢，那么多承包商都来找过我，你怎么没来？找你？怎么？你不知道我就是洪先生委托正明大厦项目的代理人吗？你？我刚到香港的时候，本来仗着自己年轻，以为只要把孩子生了，我就可以出人头地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孩子一出生，钱家耀就抱着他去做亲子鉴定。孩子不是他的。我去找过高波，他没有承认。后来我一想，这样也好，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有他那么一个父亲。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，我在香港没有做过一天钱太太，也没有过过一天有钱人的生活，我只能靠自己出去打工来养活我自己。后来我去一家私人院当护工，在那里我认识了洪先生，我照顾他，敬重他。洪先生在去世的时候对我说，他很感谢我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。他还把正明大厦的项目委托我来完成。按照他的遗愿，项目完成以后，我和承包商能够各占2.5%的收益股权。龚大为，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个项目是你的了。你不是想跟着我这个富婆赚大钱吗？我要让你在宁州一战成名。
宁州是多大的好事啊！您是大干部，接受党的教育比我多，思想肯定比我先进。按理说这改革开放，您应该是领头军呐。不是我不给咱们宁州做建设，你非得叫什么振明大厦，你这不是给资本家树威力传吗？就是的。这样吧，你要有能呢，你就向上级反映，如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呢，我立马给你开绿灯。这可是您说的，只要有上级支持，您就给我开绿灯。对，啊，我呀还真就把上级这个支持给拿来了。是省长啊，还是省委书记？不是省长，也不是省委书记，是中央精神。您看看这个，这邓小平亲自批示，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，用他一个名字也没关系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人家有贡献，我们也可以纪念吗？这是北京的兆龙大厦呀，也不是宁州的振明大厦呀。你想啊，这在北京都建这大厦了，在宁州建一个怎么了？都是港商捐建，都是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。这首都北京都建了，咱们在宁州建一个又怎么了？周主任，您不是要上级的支持吗？这可就是最高指示了。谢谢各位啊。总之呢，我认为在座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老总，都是干实事、做大事的人，咱们也就不说废话了。我先表个态，一旦决定了，我肯定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，确保工程质量，尽快呢把这个振明大厦在咱们宁州处理起来，为咱们宁州人谋福利、挣大钱。哎，好吧。哎，郭总，这么大项目，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到工程款呢？您说话算数吗？丁小姐，我说话算数吗？各位，我作为洪先生的全权委托人，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凡是龚总说的每一句话，都相当于我的意见。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都全力支持。只要经他批示的工程款，我丁艳华将在第一时间保证到账，请大家放心。放心了吧？如果没什么异议，那我就宣布了。我宣布，宁州市振明大厦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启动仪式正式开始。好。你看看人家大为，人家是做买卖的，你也是做买卖的，你不当兵不从政，我也没说你，你干买卖也是好事，国家也鼓励也支持。可是你干的是什么买卖啊？啊？你不是打着我的旗号去骗皮条，就是利用裙带关系去走后门。你看人大为，人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吧，人家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背景啊？人家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，一步一步的闯出来的。现在不只是他自己的买卖做大了，还带动了整个宁州的商业繁荣和发展。好，龚大为干得好。站住，干什么去？我反省去。你反省什么呀？榜样就在你面前，你得好好向人学学。你那高远公司也别干了，你就到大为公司给他打个下手，啊，让他也好好带带你。我给他打下手，让他带带我，带带你啊！好嘞，我听您的。我现在就去学习。龚大为，你太棒了！我跟你说正经的，那小子，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是你的，
绝不会开门叫他进来的。啊，行，那就吧，你先去吧。需不需要报警啊？哟，龚马二总回来了。高总有何贵干呢？龚德伟啊，你还真行，能干。你说咱俩要一块儿干，多好，你就是不答应。我一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今儿我算是知道了。你就是想自己当老大，非跟我作对是吧？这你还真想多了，我没打算与你为敌。哎呀，我是想太少了。那位，我昨儿晚上捧着这张报纸，盯着你这张脸，我瞅了半宿。我真是佩服你。你知道我们家老爷子怎么说吗？啊？你看看人家龚大为啊，干得比你强多了。你把你自己公司关了吧，你这跟他干，给他打下手，让他好好带一带你。小叔，您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折我们俩寿吗？咱们不是都哥们儿吗？谁跟他是哥们儿啊？我跟他有那么深交情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龚大为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俩有一点感情吗？一丁点感情有吗？一点都没有，真没有。但我跟军儿有啊，是不是军儿？是小叔。那你也是的，怎么就跟了他了呢？你说要有一天，我真对他下狠手，捎带脚把你也给做了，我多对不起马奶奶呀！老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呀，怎么那么喜欢接我的下茬呢？你看啊，我扔下的买卖你捡起来做啊，我不用的秘书你留下来用，现在倒好，我穿过的破鞋你都想搞，你是从小落下的毛病是吧？穿我的旧衣服，玩我的旧玩具，你到现在还对我盲目崇拜，你说你有多下贱呢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是挺崇拜你的。哎，我就崇拜你怎么有那么强大的心理调节能力。你做不了的生意，我做成了，啊，你说你不想干了。你追的女人，天天跟着我屁股后头转，啊，你说你不想要了。我就好奇啊，那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对着你那个镜子梳理自己的心情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无奈，特别的自卑呢？你他妈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吗？啊！你他妈就是一个伙夫的儿子，这要是在大清朝，你爸得是个宦官才有资格给我爸提鞋，那得感谢我爸当年提着枪杆子推翻了旧社会。你去你的吧！我就打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哥，不用你动手啊！你说谁太监呢？我这拳就是替我干爸打的，我还替电华打呢，我这伤。行啊，挺好啊，这个破鞋公司的人都凑齐了啊。不是你说谁破鞋呢？够了，够了。真没想到，一只哈巴狗长大了都能咬人。行，丁艳华，我再跟你说一句，
这楼你不让我盖，宁州没人敢盖。你这要是想帮他，就是毁了他。高波，有一句话你说对了，咱们根本就不是哥们儿，你不配。好。这真是大为？报纸上能有假吗？这上面的市长也是真的？全市人民都认识，你不认识啊？于老婆子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们要是真闹，我就管不了了。你就凭大为现在这个身价啊，小红要真要和他离了婚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来提亲的姑娘得从胡同口排队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排到这儿，排到这儿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何止是排到这儿啊？可能那姑娘得排到马路中间去。可是不管排多少，大为心里只有我们家小红。我告诉你吧，他们俩是棒打不散的鸳鸯，哎，越打越亲热。老工头，就之前吧，咱俩斗斗嘴啊，闹腾闹腾，你可千万不能当真啊！关键时刻咱俩得团结起来，把他们俩往一块儿撮合。我闺女我了解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看我啊，这儿装着的惦记的都是大为。这还像句人话。话又说回来了哈，你们家小红不想离，我会劝着大为不离的。你们家小红总得有点表示吧？怎么个安排呀？怎么个计划呀？你这儿还拿出个方案来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回香港，把儿子接出来。反正我现在已经有了2.5%的股份，心里也算有个底，将来儿子的生活也有保障了。哦，对，你说我想起来了，这是给你的。什么？合同。我找律师重新签了一份，把我那2.5%的股份也让给你了。你现在一共有5%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港币它也不容易挣，给你和儿子多条选择，多条路。拿着，啊，拿着。大为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全世界都说我是好人，但是我最在乎的人呢，始终认为我是个蛇，不舍得大有毛。其实，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爸爸，小的时候经常打我骂我，但是这一次回来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才是那个最深爱我的人。所以，沈小红也是一样的。虽然他平时经常管着你、约束你、责怪你、控制你，但是他其实就是想跟你一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所以他才是那个最深爱你的人，你也是他最在乎的人。走了。太哥，不是，要还了，飞了。可不飞了吗？不是，我这停会儿车的功夫，你不等会儿我？等你，那飞机不等你啊？哎呀，这次咱得感谢人艳华，帮咱赚了200万，转瞬之间我也是身价100万呢。走，咱今晚上搓一顿
志娟，那200万啊，没了。我把那200万还给电话了，毕竟那钱本来就是人家的，这个你理解吧？理解就好。走吧。理解个熊！我跟你拼了，龚大伟！那个楼那么高，能有多少层啊你？不是，我要是按2.5%算的话，那应该是有1层。1层？哎呦，真的能租出去啊？应该可以吧？那一年能收多少钱啊？租金？要是收实了，应该在20万左右。20万？哎呦，我的心啊！哎呀，20万可以买多少米，买多少肉，人有吃一辈子都够了。哎，小红。沈小红，沈小红，站着啊！你干嘛去啊？回店里。哎呦，店里，就你那个小饭店儿，我跟你说啊，龚大卫现在都剩200万了，连华侨饭店都可以买了。我剩200万怎么了？200万就把你收买了？哎呦，别说收买我，就是买了我也乐意。听你说这话，这是当妈的该说的吗？那你说当妈该说什么呀？啊？你看你的别一根筋了，你怎么就认定他干的不是正经事儿啊？啊？怎么就是偷鸡倒把坏事儿了？那真要是坏事儿，哎，市长、市委书记能搂着他照相，都上报纸了。报纸上说的你就信啊？那当初报纸上还说沈红爱上龚大为，那不都是骗人的吗？不是，报纸说的话当然是不信了，可是龚大为的人品我相信的。你别跟我用，他跟那女大学生肯定没事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姑娘往上贴经得住考验没事儿，架不住一群姑娘往上贴啊，一群谁经得住考验？钢铁战士啊！还一群啊，贴，赶紧贴！哎呦，你别吹了，真要是贴了你就傻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闹了，你赶紧进去吧，大伟有话跟你说。我不去啊！快去！哎呀，你们别踢我呀！进去吧你。那个大伟啊，今天就在这吃饭啊，妈给你做好吃的，我这就去买。哎。你看啊，你这嘴巴也打了，是吧？我这大义凛然的，我躲都没躲。哎，对了，这扣子它掉了一个，你帮我补呗。龚大为，我还给你钉扣，我跟你闹离婚呢，我有病吧？不是，我这态度好啊，你就帮我钉个扣子呗。啊，你说，你跟伊娜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她没关系。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哎，我要跟他有关系的话，你晚上让你爸和我妈一块来找我报仇，行不行？真没关系。你给我发誓。我发誓，我真没什么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心里早就没地儿了。搁着谁呢？占那么大地儿？那还能有谁呀？丁艳华呗。那你怎么就提他了？我跟丁艳华也没关系。我们要有关系，这多少年前就有关系了，还要等这么长时间啊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人家可风光了，你肠子都悔青了吧？我悔什么悔？我压根儿就看不上他。看不上他，那他还给你200万？他给我200万，那是因为我帮他挣了400万。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，那200万我也没要，连股份我都给他了。你还敢说跟他没什么？我是没什么呀。没什么，你给他这么多钱。你看啊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说啊，那钱我要拿了，那你还不得拿刀劈了我？所以啊，我是义正言辞说，电话啊，我跟你清清楚楚，1清2白啊！你拿你臭钱滚回香港去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就走。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你？因为我舍得200万。别说200万了，为了你，我命都可以不要。真的，小王，当初帮你挡那一刀的时候，我就这么想的。不光是过去，现在、将来，我都这么想。为了你，我命都可以不要。
行。这楼能盖多少层啊23层，那咱家住多少层啊？那是商业用房，不住家。什么时候开始收租金呢？什么时候都收不了。王大为没钱，为什么呀？他把股份啊都捐了，1分钱都没留。真的吗，大为？捐了？你捐给谁了？妇女儿童保护协会。对，人家那港商啊捐了8000多万呢，我们这点小钱哪好意思留着呀？咱们得向人家学习学习。都捐了，谢谢爱心。吃呀，龚大为，吃。你吃啊。妇女儿童保护协会。龚大为，你是个好人啊。去，把那梯子给我拿过来。干嘛？叫你拿你就拿嘛。这大半夜的，你搬什么梯子啊？你不喜欢这名字吗？我把它摘下来，你给改一个，叫大红饭店也行，大小饭店也行，只要你喜欢。龚大为，以后咱俩不闹了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行不？就盼着这天呢。说句实话，全宁州，包括我沈小红在内，谁碰上了这样的买卖，谁手上拿到200万，都未必能做成你这样子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你根本不是一个贪财的人。但是你这么多年做买卖，一直都让我提心吊胆。你有高一脚的时候，就有低一脚的时候；你有大义凛然，不为了赚钱做买卖的时候，就有为了钱坑蒙拐骗的时候。你别反驳，我说的没错。大为，我心里真的很害怕。你能不能收手别干了？把你那皮包公司关掉，踏踏实实的找个工作。如果你不愿意去外面找，那你就回来，咱们夫妻俩开个小饭店，日子一样能过得好好的，行吗？小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从前我跟你吵，跟你闹，但是我从来都没逼过你。今天我就逼你一次。从今儿起，你不能只顾你一个人，你要想到另外一个人。
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像我一样，以后都为你提心吊胆。顾大为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想哭。听雪飞说你还有点文采，爸，志军获过市里的文学奖。都擅长哪类文体啊？报告文学。报告文学，那也叫文学？根本就是伪文体。诗，我还喜欢诗。哦，你还喜欢诗？几近疯狂，每每读来，手不释卷，食不下咽。都喜欢谁的诗啊？啊，海子、顾城，还有一些现代诗。以老夫看来，那些现代诗歌只不过是把散文和随笔分行断句而已，毫无章法，更无韵致，实在可惜。对古典诗词研究得多吗？少得可怜。哼，那也敢说自己喜欢诗歌？五四之后，诗歌已死，别说是诗人，勉强有几位懂诗之人，已经很不错喽。实在可悲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志军，你忘了，咱爸是古典诗词教授，对古典诗词赏析和鉴赏方面颇有建树的。对，要说应该在《文海十倍》杂志社给咱爸开一个古典文学赏析的专栏，给那些俗气的当代诗人扫扫盲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诗。等专栏发表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，咱就集结成册出书，向往大江南北、五湖四海，翻译成各国语言，在国内国外、港澳台分别发行。到时候让中国古典文学借咱父亲之手，插上时代的翅膀，在文学新世纪的海洋中翱翔。好，志军，这些书稿是为父10几年的心血，你看咱们是先出书还是先办专栏呢？不是，这是《诗经》解读，这是《唐三百》解读，这是《楚辞》赏析。不是，是楚辞啊，是楚辞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务之急先把我跟雪飞的事说了。我们俩都登记这么长时间了，婚礼也办了，出于对您的尊重呢，一直让雪飞留在家里住。我的意思是不是把提亲的事儿补上？您看我交多少彩礼钱合适？苏庆，书香门第，谈什么彩礼呀？老夫以为，精神远远高于物质，有了精神，何愁没有物质吧？物质吗？没事。志军啊，你把专栏和出书之事办完，学费自然就办过去了吗？中伤手速啊！所以我觉得当今的中国文坛急需搞一次文艺复兴活动，一次寻根活动，回到古典。要想找到真正民族文化的精髓啊，那就需要对中国古典诗词大力的支持和重新解读嘛。对，要的。可是啊，你们的《文海诗碑》啊，我看过2期，特别是这个现代诗歌，
简直不知所云嘛！整顿，一定要整顿呐！还有，这个笔名叫洛的作者，他写的这个诗，这叫什么诗啊？啊，真是可笑至极嘛！我看此人一定是不识之无、胸无点墨之人，像他这种人也能开专栏呢？啊，这是文学的可笑，文坛的可悲嘛！爸，我还没说完。您不是还有课吗？别晚了，咱改天再聊吧。志军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教书育人，课比天大，耽误不得呀！耽误不得。葛学长，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好，改日咱们再深谈。好，改日。留步，千万不要送啊！好，我不送，你走。哎，可悲呀，文坛的可悲呀！社长，求求你了啊！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可能，坚决不可能。不是，你就给我个面子，帮我老丈人开个专栏吧。我不识字母，我胸无点墨，我看他才是不知所云，狗屁不通。您说的太对了，他都老糊涂了，每天读那些古诗都读傻了。我给您支个招，咱跟他赌口气，啪嚓一下给他开个专栏，让他出来丢人现眼，全国公众看了以后，全站在您身后一块儿骂他，这招怎么样？我一赌气给他开个专栏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给那个高校毕业的刘三凤开专栏，我都不能给他开。学长，你真的要给我开专栏嗦？开玩笑，开专栏，你出去！走了，走。社长，你不给我面子是吧？啥子面子不面子？你要是不给我老丈人开专栏，我跟雪飞的婚姻就很难幸福了。我们俩婚姻不幸福，我就很容易妒忌那些婚姻比我幸福的人。你啥子意思啊？你看我这脾气一上来，万一我没压住，我要把您跟我嫂子的婚姻破坏了，那就不太好了吧？别忘了，这封信我嫂子可还没见过呢。哎，马子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那个朴云早就是断了联系的哈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幸福，我就见不了别人幸福，尤其是你，马子娟。马子娟，你哎呀，你个老子，你今天是要造反了哈！我今天我给你开专栏，好不好？我给你开，要不要得？但是你现在你就要当着我们面把这个信毁掉，你给我来，信给我拿过来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给我老丈人开专栏之日，就是我毁信之时。你说的 ？OK， 社长不送，社长不送。OK， 怎么样？社长亲自许诺，下期就开栏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笨？低调。哎，出书怎么办呀？我爸这年找了好多出版社，都没人给他出。不是有我在呢呀，为了你怎么着也给他出了。好吧，这，呀，别闹。我就是出书啊！啊，对，我出书，5000本起印，你印多少？5000。宁州传奇出版社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这出版社呀？父亲大人，跟您汇报一下，虽然这个出版社不是专门的文学出版社，但是他们的曹主编酷爱古典文学呀。他看了您的作品之后，那是毛遂自荐，哭着喊着给您出这本书。爸，您这本唐诗又见唐诗，首版5000册，一经上架，
在新华书店立刻被哄抢入口。有几个文学女青年为了抢您的诗，不惜跟同窗好友大打出手。您是没看见那场面啊？握着我的手，痛哭流涕，含情脉脉，默默地跟我说，是您的解析让他重新爱上了深邃久远的古典文学。说如果您要是搞一个报告会的话，一定第一个报名参加。我说我们孟老先生那是淡泊名利，只关心文学和学术，什么报告会呀，就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读者的心意呀？我可以委屈一下自己，报告会你去安排一下吧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上火。不是您要搞报告会的，我还得加印呢。好主意呀，加印。又怎么了？牙疼。哎呀，雨英啊，快拿人单来啊！哎，咱们谈一下巴老手稿的事情。啊，就这儿，看一下吧。这么大呀？这么大也是这个价钱。不是，我们就3小时，给便宜点呗。 3小时还是这个价钱，我们这儿就这样，1天320，你爱租不租？啊，租。这些音响可要另算钱啊。行。走，跟我到办公室吧。这么大还不得300人？集合，快点！站好了。马经理，您说吧，杭专还是运煤？我们这支队伍在宁州民工界那是出了名的，吃得少，干得好，个个都是大力士。好，咱们这次不用出力，坐着就行。坐着？哎，多少钱？扛煤4块，扛砖3块。您要扛啥？啥都不用扛，咱听报告。听报告多少钱？那得7块。不是，你这又不用扛砖，不用扛煤的，这扛活还贵啊？那当然得贵呀。扛活他们都是熟悉工作，听报告这可是头一次，我不得培训吗？要不然你看看这帮货，你敢让他们上岗吧？哎，行，7块就7块，说好了啊，不许迟到。行。啊，到时候给每人弄身干净的衣服啊。好嘞。还挺大。哎，哥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天哪，这些人都听不懂我说话呀！啊，你赶紧帮我翻译翻译。不是你也是，你找那么多农民工干嘛？不是我哪儿找那么多人去？一个一个按人头给钱，你怎么知道是农民工？这刚才进去那几个都戴着安全帽呢。啊，一会儿都给他们收起来。哎，不说那些了，赶紧帮我组织一下。各位都先安静一下，坐好，先坐好。啊，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巩，你们就当我是你们工头好了。这个待会儿就是你们的马工头，一会儿呢你们就听他指挥。现在我先带领大家排练一下，我举左手，大家就做痛苦状；我要举右手，你们就做高兴状。咱们试一下啊，高兴。我举双手，大家就热烈鼓掌。啊，备，开始，4个馒头。再示范最后一个动作，张开双臂做拥抱状。我只要这么一抱上，你们就往前冲啊！这孟教授请签名，好吧？来试一遍啊，预备，拥抱，快！嘿，哥，还是你行。真是想不到啊！今天的读者居然对古典诗词有这么深的感情啊！这是让我受教育，让我感动啊！读者们的确是被您的文字深深感动的。哎，不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啊！刚才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再出一本啊？够了，太够了，够了吗？志珍的意思是说啊，您这书啊太深奥了，这需要给读者多一点时间，
让他们慢慢的消化，慢慢体会。哎，我就这意思。慢慢消化，慢慢体会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志军啊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的把学费托付给你了。爸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同志，这书能给我吗？哎，都拿走吧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放这拿走。好嘞。老郑。啊，哎哥。你俩是什么人啊？要债。你欠人钱了？啊，不是，你看这出书、加印、干的报告会，一共1万5。怎么那么多呀？本金1万5，一共是欠人3万呢。不是你欠人高利贷啊？啊，高利贷啊。不是你脑子有病！你没事，你借什么高利贷啊？我不是想着有你呢吗？你不是说一眨眼就1个万元户，你多眨2下，3万不就有了吗？你说有就有了。不是哥，我下个月再还不上，他们就让我还腿了。不是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咱公司的钱都让你做慈善了，是吧？你好意思我这刚结婚就给人抹血为残疾人吗？你怎么跟人交代呀？真行！不是，哎，我等着你啊！咱得干票大的。现在咱们开个公司内部会议，啊，一共就2件事儿。先说第一件，这是咱们公司的全部家当，一共是6000元整。本来我想分成2份儿，一份儿给伊娜的父亲看病，一份儿给马日军还债。那现在为了沈小红，我得留出一份儿。沈小红？沈小红怀孕了。现在说第2件事儿，我宣布，公司正式解体，即时生效。哎哥，马主任先坐下，坐下。这本《宁州生意大典》，我送给你，我所有的关系都在这里面。这是公司的账目，就由伊娜来保管吧。虽然没钱了，但账目还在。而这些，如果你们将来做贸易的话，都用得着。将来你们要是还开公司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不会干了。为了沈小红和孩子，我必须退出。我走了。龚大为，你这算什么？当初你缺钱的时候，我怎么帮你的？这么多年兄弟了，我跟着你打架、蒙人、做买卖、开公司，就说不为你2肋插刀吗？我也是忠心耿耿啊。我马知是个怂货，可只要是你龚大为交代过的事儿，我说过8个不字啊。现在你告诉我说你不看了，你要退出，龚大为，你他妈没良心你哪能说话呀？
散伙，都他妈不干了！对不起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志军这样，他现在连跟我都不愿意多说话了。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啊。4000块钱算是遣散费吧，其中2000是我的，你替志军收下吧。志军绝对不是因为钱才这样的，我了解他，他不是贪财的人。我知道，他这是生我的气呢，觉得我背叛他了。但没办法，我欠小红的实在太多了，我只能这么选。拿着吧。大为哥，总有一天志军会理解你的选择的。因为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我要让他在我和生意之间做一个取舍，他一定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的。给他点时间吧。是啊，哎，吃饭去。有事啊？哟，小飞。没有，这活活绿绿多好啊！啊！别安慰我了，我刚才把我那盒就给倒了。所以呀，咱家今天不吃西餐，快。面包啊？对不起啊，从小就不会做饭。没事儿，这你道什么歉呀？哎，你吃，你先吃。我吃啦。好吃。大伟给的。别这样。他不就是关了你们那公司吗？反正你编辑岗也下来了，就在杂志社好好工作呗。这样以后你就不用那么忙，四处奔波谈生意了。以后咱们可以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。等到周末的时候，咱们可以一起听音乐会、诗歌朗诵会什么的。咱俩工资加上我的稿费够花了，日子清贫一点有什么不好的，是吧？雪飞呀，我娶你是为了让你享福的，不是让你吃苦的。我没觉得苦啊，谁说只有物质上满足才算享福呀？把钱看得那么重要，多庸俗。我庸俗啊？讲钱就庸俗了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金钱固然重要，可是精神和情感更重要。就比如说咱俩，咱没有豪华的婚宴，也没有彩礼，甚至没有嫁妆，不也走到一起了吗？我只愿能跟你在一起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你笑什么？你跟你爹真都没白姓孟啊！他那一捆一捆的精神产物不用物质办，是出书没花钱，还是报告会没花钱？是，他是没跟我要彩礼，可是您的精神比物质贵多了。孟大小姐，醒醒吧！
马娟，正所谓钱不是万能，没钱万万不能。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明白。那会觉得这牺牲太大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动手吧。怎么回事？高利贷的人来追债了。和马志第一单生意是为了一辆自行车。那时候我们就是两个愣头青，误打误撞的，还就让我们做成了，挣了500块钱。我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沈小红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到现在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她那个笑容，笑得那么灿烂。于是我就决定在这行干下去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能永远的看到那个笑容。那现在我知道，不管我生意做得多大，钱挣得多多，都再也看不到那笑容了。是该收手了，但我这个决定对你们两个人来说，是不是有点自私啊？我恰恰觉得你还不够自私。你心里很清楚，做收手这个决定，你心里有多少个不情愿？只要他能快乐，他能觉得幸福，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他会吗？龚大为，你抛弃的不是一个公司、一份工作，你抛弃的是你自己。那个才华横溢、嫉恶如仇，让我不顾一切追随的那个龚大为，他被你抛弃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今后，在你们平淡生活的每一天、每一次，每当你看见他的脸，你的脑海里都会闪过这样的念头：我龚大为是因为你沈小红才放弃我自己。这个念头足够消磨掉你们之间那些所有的平淡的、穷困的小幸福。就算你已经下定决心，也至少应该做完这一单，为他和你们的孩子存点钱。那时的晚霞，总美得不像话。橙色阳光借微风，轻抚你长发。他在替我说，请留在夕阳下，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个少年吧。冷漠的岁月会隐藏风里，悄然消去之情。少年仍会在风里不变的为爱痴迷。
的，亲爱的，你别哭，别让我面孔模糊。被宠爱是你的天赋，而我的面是追逐。那时的晚霞，从美的不像话。橙色阳光借微风轻抚你长发，他在替我说，请留在夕阳下，把一生都托付给这个少年吧。别让我失去你，不知你快乐委屈。就此奔向各自地，幸福我遗憾你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别哭，快让眼泪停住。谁都无法锁住两鬓，但我会将心驻足。谁都无法锁住两鬓，但我会将心驻足。陆占中，香港陆氏企业二当家，这次来宁州就是负责分公司的筹备工作。他准备给分公司配3辆车，消息放出去很久了，一直没有回信儿。咱们要是能帮他把这事儿办成了，每辆车最少佣金可以分这个数，5万。我要租一个大大的房子，就差一件事了，钱，开公司的本金。